一饼普洱茶曾经能换下一辆宝马，今天它却连一顿火锅的钱都不值。是的，2025年的夏天，中国普洱茶市场彻底崩盘了。那种一片茶叶一克斤的神话已经轰然坍塌，留下的只有血淋淋的数字，价格普遍下跌80%以上，收藏家巨亏，商铺关门，行业蒸发千亿市值。时间倒回2017年，大益茶厂出品的轩辕号系列茶饼，一个标准单位约15公斤的售价不过7万元，但短短几年，这个数字一路飙升，2021年增高达188万元。那时候买普洱茶就像买比特币，人人都相信它只会越来越贵。可是2023年开始泡沫破裂，到2025年6月，轩辕号已经跌到38万元，短短2年缩水了近80%。不仅仅是轩辕号，普洱茶界的明星大益千余孔雀，高峰时一饼要价80万，如今只剩12万，跌幅高达85%。大益高山韵象从18万跌到2万3，苹果绿从15万跌到1万5，精品孔雀从25万跌到5万3，金色韵象从15万跌到2万5。那些原本动辄十几万、几十万的茶饼，现在几乎全线腰斩再腰斩。最惨的是10万元以下的中端普洱，比如国宝贡从7万跌到9500，南山雪印从6万跌到不足6000，23年大益7542从4万4跌到7200，几乎所有品种全线下跌超过80%，有些甚至跌掉9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普通茶商的仓库可能一夜之间蒸发掉几百万，一个玩票的藏家可能瞬间赔光几年的积蓄。根据业内估算，普洱茶市值损失已超过1000亿。如果说普洱茶市场的核心心脏在哪，那一定是广东芳村。这里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普洱茶交易市场，一度寸土寸金。在巅峰时期，一个芳村的茶铺转让费高达500万，甚至有人说一铺难求。可是到了2025年，情况完全反转。有博主实地探访发现，芳村茶城90%的档口都空掉了，整个市场从人声鼎沸变成冷冷清清，许多店面即便白送也没人要。广东省茶叶收藏与鉴赏协会执行秘书长何维珍也承认，这些年芳村茶叶市场关店率高达30%，而具体到普洱茶商家，关门比例甚至达到90%。更直观的数据来自东莞。2025年上半年，东莞有623家茶叶实体店注销，6.8万名个体藏家彻底离场，相当于巅峰时期藏家总数的70%。换句话说，10个普洱茶玩家里有7个已经出局。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满怀希望压住普洱茶的藏家。李先生的故事足以让人心惊。2018年，他抵押了2套房子，以每饼8万元的价格购入50饼轩辕号，想着几年后翻倍卖出，赚个几百万不是问题。可是2025年，市场价跌到1.2万元，意味着他亏了340万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背负着每月4万元的贷款利息，总债务超过700万。仓库催缴保管费，银行催着还贷，当年一起囤茶的兄弟，有的跑路，有的跳楼。李先生无奈地说：“我算是撑到最后的。”这不是个例，而是行业的普遍现象。据茶商协会统计，2025年已有数百位藏家因资金链断裂跑路，还有个别因巨亏而选择轻生。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普洱茶难友群，大家互相诉苦，彼此安慰。一位茶商在视频里无奈地说：“仓库里的茶叶成山成海，却没人愿意收，贷款利息一天比一天高，很多人撑不下去了。”如果说散户藏家亏的是积蓄，那企业的亏损就是行业的晴雨表。
澜沧古茶号称普洱茶第一股，2023年底在港交所风光上市，成为唯一成功 IPO 的茶叶企业。可惜好景不长，2024年业绩就雪崩，营收3.61亿元，同比下滑31.5%，净亏损3.08亿元。2025年上半年，公司营收仅1.17亿至1.2亿元，同比再降40%，净亏损2800万至3200万。换句话说，上市第2年就亏得血本无归。公司给出的解释是市场复苏缓慢，电商冲击，白牌抢市场。但实际上，背后的真相只有一个：普洱茶已经卖不动了。普洱茶的崩盘并不只是投机泡沫破裂那么简单，它背后是中国经济的缩影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速跌到4.5%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长期徘徊在负增长区间，消费信心指数跌至近20年新低。老百姓连日常开销都在精打细算，更别提奢侈品、收藏品。普洱茶就是典型的非必需消费品。在消费降级的背景下，它注定首当其冲。同时，普洱茶还面临严重的供需失衡。据证券之星报道，东莞巅峰时期囤积的普洱茶高达30万吨，相当于8.4亿饼，价值超过1000亿。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云南全年茶叶产值的2/3。有博主更是直言，东莞民间私人藏茶40万吨，不生产新的普洱茶，我们30年都喝不完。换句话说，即便云南茶厂停产10年，中国人也喝不完现有库存。在这样的供需关系下，价格暴跌是必然的。普洱茶的崩盘不是偶然，而是迟早的事。从2008年开始，普洱茶市场经历过一次泡沫，当时的逻辑是越沉越贵。很多人把普洱茶当成可以喝的古董，坚信只要放得足够久，价值就会翻倍。于是仓库越建越大，资金越涌越多。到2015年，资本全面进入，普洱茶不再是茶，而是被包装成理财产品。理财群里流传的口号是一饼普洱胜过股票。然而，这种模式注定是击鼓传花，靠后来者接盘维持价格。等到宏观经济下行，消费降级，鼓声一停，所有人都成了最后的接盘者。今天，普洱茶市场的结局和中国很多行业如出一辙，地产、白酒、字画，甚至矿产，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，最后都变成了血本无归。普洱茶的崩盘不只是投资者亏钱那么简单，它引发的是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。大量商铺破产，失业潮涌现。芳村茶城9成档口关门，东莞半年注销623家茶叶店，背后是数以万计的茶叶经销商失业。广东曾靠茶叶产业养活几十万人，如今不少人被迫转行，甚至有人重新回到工厂打工。二中产阶级被拖下水。普洱茶的玩家大多是珠三角的工厂老板、民营企业主。他们原本以为囤茶是资产配置，却在价格暴跌中损失惨重。有人抵押房子买茶，结果房价和茶价一起跌，资产双杀。金融风险加剧。不少藏家是贷款囤茶，如今价格崩盘，银行贷款无法回收，部分仓储公司甚至要靠拍卖抵押茶叶来弥补亏空。只是那些百万天价茶，现在拍卖价可能连市价的1/3都不到。这不仅是茶叶行业的危机，更是整个中国经济去杠杆的缩影。你能想象吗？在广东、云南的仓库里堆满了价值1000亿的普洱茶，可是他们不是财富，而是负债。一位茶仓老板无奈地说，现在仓库里放的都是债务，客户不交仓储费，银行天天上门催，茶叶根本卖不出去。据东莞茶商协会估算，全国民间库存至少40万吨，
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分到3斤。即便不再生产，未来30年都喝不完。这就是最荒诞的现实，普洱茶越堆越多，价格却越低越快。普洱茶价格的暴跌，也让它从奢侈品彻底跌落成普通消费品。曾经，普洱茶是商务宴请、政商送礼的标配，动辄几十万的茶饼代表身份与面子。但随着反腐风暴、经济下行，普洱茶被逐渐挤出礼品清单。博主有法社会分析得很透彻，当古树普洱在二手市场无人问津，当年份白茶按成本价甩卖仍然滞销，当天价茶不再出现在商务礼品中，普洱茶的金融属性已经被彻底掏空。它从黄金叶子跌成了仓库垃圾。普洱茶的故事并不仅仅属于茶叶，它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。房地产曾经只涨不跌，如今房价连续下探，库存高达3亿套。白酒、茅台市值蒸发数万亿，高端消费锐减。收藏品从书画到红酒，从矿产到普洱，无一幸免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，一切都能成为投资品，但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，所有泡沫都会被戳破。普洱茶只是这场大退潮中最惨烈的一个样本。很多人问普洱茶之后，下一个会是谁？答案可能是任何一个非必需消费品，尤其是那些靠讲故事支撑价格的行业，比如还在热炒的年份白酒，被资本疯狂吹捧的虚拟藏品，甚至是奢侈品二手市场。在消费降级的背景下，这些行业都难逃被戳破的命运。普洱茶的崩盘带来的不仅是钱财的损失，更是一种信仰的破灭。多少人曾经坚信普洱茶越存越值钱，多少人把它当成传世财富，多少人觉得它比股票、比房产更安全。如今，当仓库里成山的茶叶无人问津，当几十万的茶饼跌到几千块，还在苦苦支撑的人，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所谓的财富神话不过是幻觉。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大转折期，泡沫正在被一个个戳破。普洱茶只是开端，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财富陷阱接踵而至。